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跟人吵架的时候，话说重了伤感情，说轻了自己憋屈，怎么都找不到那个刚刚好的分寸。或者做决定的时候，往前一步怕冒险，往后一步怕错过，卡在中间左右为难。2000多年前有一本书就是专门讲这个的，它告诉你，人生最难也最重要的事，就是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境里找到那个刚刚好的点。这本书叫《中庸》。先澄清一个天大的误会，今天说一个人中庸，基本是在骂他没立场、和稀泥、老好人、平庸、凑合。但中庸这本书讲的中庸和这些意思完全相反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说过一句话，中庸之为德也，其志矣乎。翻译过来就是中庸这种德性是最高的境界，人们已经很久做不到了。如果中庸是平庸，是和稀泥，孔子怎么会说它是最高境界？那真正的中庸是什么意思？中是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；庸是不变，是恒常。合起来就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找到那个最恰当的度，并且一直保持下去。听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做起来难道让人崩溃？举个例子，你对朋友讲义气，这是好事儿，但朋友犯了法，你帮他瞒着，这就过了。你对孩子严格，这也是好事儿，但严格到孩子看见你就发抖，这也过了。反过来，你对孩子宽松，让他自由成长，还是好事，但宽松到孩子无法无天，谁的话都不听，这又偏了。发现没有？同一个品质，义气、严格、宽松，多一点就变成错，少一点也变成错。中庸要你找到的就是那个不多不少刚刚好的位置。更难的是，这个位置不是固定的，对这个人严格是对的，对那个人严格可能就是错的。在这件事上退一步是智慧，在那件事上退一步就是懦弱。中庸没有公式，没有标准答案，它要求你在每一个当下做出最精准的判断，这才是它真正难的地方。中庸原本是《礼记》里的一篇小文章，传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写的，全文只有3500多字。他在《礼记》里默默躺了几百年，直到宋代被朱熹编进四书，才一下子变成了所有读书人的必修课。一本从角落里翻出来的小册子，最后影响了中国上千年。他到底说了什么？开篇第一句话就把整本书的核心讲完了。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，修道之谓教。用大白话说就是老天给你的那个本心就是你的本性，顺着这个本性去生活，就是走在正道上。但这个本性容易被各种东西遮蔽，所以需要不断修炼自己，这就是教育。接下来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中和。喜怒哀乐之谓发，谓之中；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。你心里还没有情绪波动的时候，那种平静清明的状态叫中。情绪发出来了，但每一种都恰到好处，该高兴的时候高兴，该生气的时候生气，但不过分，这叫和。一个人能做到中和，天地万物都各安其位。注意，他不是在教你压抑情绪，中不是让你变成一块没有感情的石头，而是说情绪没起来的时候，你的心是清明的。和也不是让你随便发泄，而是说情绪来了，你能控制它的分寸。被人冒犯了，生气是正常的，但气到摔东西打人就失了和。被人冒犯了，你对着笑脸说没关系，心里却恨得咬牙切齿，也失了和。中庸要的是你生气了，但你的生气刚好够表达你的立场，不多不少。中庸里还有一个让无数人读到冒冷汗的概念，慎独。什么叫慎独？就是一个人待着的时候，没人看见你，没人监督你，你做什么都可以，这时候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才是你真正的样子。所以君子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最谨慎，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最害怕，不是因为怕被人发现，而是因为你自己知道，你骗得了所有人，骗不了自己。这个道理放到今天太扎心了。你在朋友圈里岁月静好，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是什么状态？你在同事面前彬彬有礼，对家人的时候是什么态度？你在公开场合正义凛然，深夜刷手机的时候在看什么？慎独说的就是别装了，你独处时的样子才是真实的你。修炼不是修炼给别人看的，是修炼给自己看的。中庸后半部分反复讲一个字，诚。他把诚抬到了一个极高的位置，诚者天之道也。
成是天的运行法则，太阳每天升起来，这是成；四季按时轮转，这是成。不骗人，不偷懒，该怎样就怎样。人如果能做到至诚，就可以充分实现自己的本性，然后帮助别人实现他们的本性，然后让万事万物都各得其所，最后参与到天地的运行之中，和天地并立。这个逻辑链条非常震撼，它从一个人内心的真诚出发，一步步推演到和天地并肩。你不是宇宙中一粒微不足道的灰尘，你是可以和天地一起创造世界的参与者。但这一切的起点，只是你对自己诚实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人应该怎么活？中庸的答案朴素到让人意外，不用去外面找什么惊天动地的大道理，你只需要回到自己的内心，在每一个日常的瞬间，找到那个最恰当的度，该进的时候进，该退的时候退，该说的时候说，该沉默的时候沉默。在人群中不随波逐流，在独处时不欺骗自己，对别人宽容但不纵容，对自己严格但不苛刻。他不给你任何可以偷懒的公式，他只告诉你一个方向，然后让你用一辈子去练习。每靠近一步，你就活得更从容一点，更清醒一点，更像你自己本该有的样子。3500字够用一生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除了点赞、关注和分享，也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